现在早上5点，为什么会这么早起床呢？我们现在呢，在以色列的北边，在加利利的提比里亚，就是圣经中耶稣服侍的加利利。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我们这么早起床，就是因为我们要参加6点到9点的考古，是去真正的博塞大。因为我们有朋友就是非常热爱考古。这个呢，就是早上5点多加利利湖天还未亮的风景，有没有很美啊？当年耶稣就是看到这样子的日出，相机拍不出来有多美。这个给不喜欢早起的人的一个建议，就是偶尔也是可以早起看这么美的风景。如果来到以色列的话，从来没有全家这么早起过。我们快到了真正的博塞大。这里前阵子有野火，所以土就烧得黑黑的，都还闻得到那个被烧过的味道。Go！ 这是我们的朋友夏达华世界这个黄老师的儿子 Zachary。嗨，大家好。先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这是真正的博塞大 OK， 这里呢，距离那个湖边才你看见那边已经是约旦河，约旦河后面呢就是加利利湖。我们知道从圣经我们知道博塞大是一条渔村，所以呢，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彼得、安德烈还有腓力都是来自这条渔村的居民渔夫。对，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就是比较适合。还有呢，我们发现就是这里地里面有一个罗马时期的村庄，犹太人的村庄。我们发现有一些器皿就是来自犹太人的，只有犹太人使用的这些石头做的器皿。还有呢，就是有一个5到8世纪的教堂，那个教堂里面有一个铭文。对，铭文呢就不是直接提到彼得，但是用他的一般人对他的认识的方式来称呼他。是说手拿着钥匙的人还有那个天上众使徒之首。那我们可以去看看。一条渔村是广东话的，因为广东话村是一条条嘛。是吗？对。这个对，小心点这个很刺。Say hi， 啾啾。嗨。好像有一点紧张。我们就是在2017年发现的罗马bathhouse 浴场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就在挖浴场的另外一边，就是我们希望找到那个浴场的建筑的证据呢。这样，那我们往下挖掘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有后来的人在这里继续使用嘛。那十字军时期呢，他们在这里制造了一个做糖的工厂，就是我们吃的糖sugar 的地方。因为这里方便，因为糖是用干芥嘛，那需要很多的水，还有要热的环境。那这个地方进水嘛，所以就很适合。你脚下这些都是罗马的，你看的声音不同，罗马的就比较脆一点。对，罗马的比较脆。对，那现在今年呢，我们的新加了这个，你看到车子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 Area F， 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带你们去看一看这个 Area F， 这个是新的。看日出对。有太阳。你可以看见呢，上个星期Shabbat 的时候就山火嘛，所以全部都烧掉。为什么会有？不知道，可能太热吧。
那就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 container 呢是后来带来的，前的 container 我们就放在这里，早几天已经放在这里。那山火烧的时候，把里面的东西都烤了，所以全都烧黑了，还是木头的部分全都不见了这样。所以我们幸好有另外一个 container， 里面有工具可以带来，要不然就不能挖了。这个是 Moti， 这是我们的考古学家。Zachary 的儿子2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这里考古，对，现在儿子都9岁了。对，等一下我们去看他。OK。好。Yeah. We can take it out and see it. 面积呢就可能比Magdala 大一点吧。所以你会说大概多大的人？多大人的人口？人口 Magdala 是2000吧。很大的村。对，这里呢就比 Magdala 大一点，因为我们知道 Josephus 就说他把Bethsaida 的荣耀升到跟这个城市一样嘛，还有人口也是跟城市一样。那这里的城市呢，这地区的城市，我们有 Tiberias， 还有 Zipori， 这2个就在罗马的时期说是 Polis。那约瑟夫说这里也变成 Polis。那所以呢 ，Magdala 我们知道是 village， 这里是 Polis， 那就比它大了。Too many flies here. These flies are crazy. They bite sometimes. Yeah. Okay. Why are we here at Area F? 为什么我们在 Area F 呢？现在有来自俄罗斯的朋友在这里帮忙挖掘啦。他们往下大概1米的时候呢，就现在首先找到的就是与教堂有联系的我们知道是教堂的 atrium 那个外面的那个庭园的地方。他们脚下面那个地下是铺的比较完整的那种状态。还有这里面呢，其实是一个 corner， 这 atrium 的 corner， 教堂呢就在那边。我们等一下去看，那个就是 atrium 的 corner 了。前天嘛，找到一块石头是来自教堂的，我们叫高坛屏障，那个 chancel screen。那个 chancel screen 呢是用大理石做的，2边也有雕上十字架。再看2件这里找到比较重要的东西。第一件呢，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 chancel screen， 就是那个高坛屏障。在每个拜占庭教堂里面都有一个屏障，就是分开圣坛跟会众坐的地方。那个高坛屏障就是一道short wall， 就这样高。那里面通常是用大理石做的，那大理石不是以色列本土的，就是从外边运来，然后雕刻就做的。这块比较特别，因为呢，我们发现就是2边也有装饰。你看到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十字架的一半吧，因为另外一半就在上面，我不知道是怎样，但是另外的一半是这样。但是比较特别，因为这个后面也是十字架，但是这个十字架可能是还有好像8个的2个十字架跟一起的这样。它这边可能这个是底部吧，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是第一次发现2面也有十字架的一块石头这个是昨天发现的完整的油灯，因为呢这个是拜占庭时期晚期的这个油灯 Late Byzantine 几乎完整了。你在哪里挖到？在刚才 Anna 的那个教堂外面的墙壁的底下的地方。对，这个是昨天找到的。这个比较重要呢，就是这个啦。这个是什么呢？你看见下面有一些 decoration 呢，线条。其实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石缸就是犹太人用来放对洁净礼仪的水的一些器皿。你可以想象，就是约翰福音2章6节的那些迦拿婚宴提到的路口的大石缸，就是这样了。这个是同一个器皿，但是只有一个小部分。我们找到钱币，现在找到钱币就叫对响铃。叮叮叮，这找到，对，那这个就很重要，因为是第一次找到这个类型的器皿的example 啦，还有就是证明这里肯定是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当然，这个我们早前已经知道了。那讲到油灯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个礼盒，其中一个呢就是有耶稣时期的小油灯。
有人问我说，油灯是真的可以用吗？那答案是的，它就是有2种方法，一个是普通的蜡烛，另外一个就是它这里有这个灯蕊，你可以放油，然后再把灯蕊插进去，这样就可以像古代的方式那样来点灯。那现在这个礼盒呢，小油灯、玻璃横橄榄木十字架，然后这个亚美尼亚的杯垫，然后一个芥菜种的罐子。如果你不要芥菜种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那个橄榄木的吸带型的膏油，然后再配上3个膏油呢，一共是$35。台湾、香港、美国，除了马来西亚还在想办法之外，全球都可以运送。那如果最近想要来以色列，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来，然后又想要买一些以色列的礼物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哦。而且买3盒还会送一个小礼物。Hi Jojo，How are you？ 对，这个树呢，现在里面应该还有是热的，还是热的。Why are so many flies this morning? Eh? We have cooked dates, you see? Smoke cooked dates. 这是整个挖掘区发现最多特别文物的地方。你看那边下去那个洞很深，对啊，这个差不多4米多。然后下面呢就是有哈斯莫尼时期的 Hasmonean period， 就是我们这里最古老的部分。那个房屋里面呢有很多那些我们叫 fishing weights， 就是用来盛渔网往下的。那这个房间里面超过100粒，就是知道那个家人肯定是做跟捕鱼有关的工业。但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呢，找到一个墨水瓶。墨水瓶。对，墨水瓶就是 ink well。ink well。那为什么有 ink well？ 原来第1世纪的时候的渔夫肯定是懂写字的，是吗？因为在一个渔夫的家里面有一个墨水瓶嘛。因为在过往的新约圣经的研究里面，他们经常会说渔夫不会写字啊，他们的就是他们不懂啊，这个懂字的。哦，他头大。Your Mandarin has so good. Inkwell The oil lamp. This is Jewish oil lamp. 这个是犹太人用，这个是对 fishing weight。犹太人的油灯，那个在这里发现。对。那这边呢，还有上年度的找到最特别的，就是有一个 hoard 的钱币，有70块钱币，全部有金银还有铜的钱币在这里西律时期最早的是第1世纪的，最后的是第2世纪的。OK，let's go to Hong Kong area， 现在比较好叫 Hadava area。哇 ，so many flies。Yeah， 很开心，不用自己走了 ，no need to walk。然后你也比较高。对，看的比较多。这个是教堂，我们博萨大这里找到的5世纪的教堂，就是我们叫做使徒教堂。这个呢全都是罗马时期，这是一个房屋，你看见那个门口这个是这个教堂，我们找到有3个地方有文字，这个是首先发现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只有一半，另外一半不见了。但是这里呢提到这个主教，这个教堂的主教，他收集这个教堂的时候的一些事情，但是后半有名字的地方就破坏了，没有了，这前半就在这里。应该是讲什么？他说 in the time of the bishop or whatever。那这里有一个十字架，这里有一个。你看见吗？通常的第一行的字的前后都也是有十字架的。OK，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叫做 basilica 的教堂。basilica 的教堂呢，有中间的中庭，还有南廊、北廊，还有呢这个叫做 apse 就向着东方。基本上每一个拜占庭的 basilica 设计都是一样。那个 apse 就通常是最重要的地方，他们会。要妈妈到。我们找到一些地方往下挖掘的时候，发现也是罗马时期的一个房屋。那个有一道墙壁，好像他们是故意把这个墙壁就是封好，然后把教堂盖在上面。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估计呢，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墙壁可能是来自彼得的家，因为我们知道不少的朝圣者，他们记录来到的时候，他们说来到博塞大有一个教堂建在彼得和安德烈的家上面。那现在我们的挖掘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可能是 match 了，所以在 apse 底下呢有一个罗马时期的 wall， 或许就是彼得的家，我不知道，没有什么写着牌子写着 Peter's house 的，没有这样。但是拜占庭的人他们盖教堂的时候不是乱来，他们要找重要的地方。对，把最重要的地方就藏在 apse 底下。好像有一些教堂他们是盖在这个殉道者的坟墓上面啊，那个 apse 的位置就是殉道者的骨头的位置啊。这里现在我们把它盖住，因为我们这个挖掘的最后一天，所以把它保护。但是你看见这里的有几个字母。这个就是2022年我们找到的，刚好香港的团队就在这里挖掘的时候呢，有一个早上就是我发现的，就是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这个 inscription 就是整个medallion 就是这样大的一个圈，好，跟刚才看见那个圈很像，但是里面的每一个文字也保存在这里。耶，嗨。嗨，对的，对，那就在整个都在这里。那个里面说到是一个主教，他叫君士坦丁主教，在他的热情底下，之后把这个重做这个马赛克地板。那重做马赛克地板就纪念他的捐钱啊怎样呢？然后呢，他就说请天上使徒之手，还有手拿钥匙的人去保护他的家人。那他那2个儿子这样。那我们从这两个 description 呢，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彼得啦，因为我们知道在盖萨利亚腓立比那边，耶稣跟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把那个钥匙给你嘛。那在我们去梵蒂冈的时候，天主教他们永远都 Peter 的雕塑都手拿的2个钥匙，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证据，就是证明这个地方跟彼得的对关系啦。现在这里啦是香港组啦，Hadava Corner 啦，要笑。面带笑容。整个考古计划就是主要来自 Dr. Stephen Notley 他的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原本称为博塞大的地方 Athel 那个地方不可能是博塞大，因为距离湖太远，那个高度差太远，所以他说不可能。但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地方有考古的挖掘的时候，那边说我们就是他们是最好的 candidate 啦，因为没有其他对手嘛。那在Johan can you fly 飛遠啲啊，錄緊嘢啊。哇！那在2014年的时候，那我那个 Stephen Notley 教授的他的学生就找到 Moti 考古学家，他说我们来这里做一个 shovel survey， 做一个 survey， 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挖掘的地方。那2014年他们说 OK， 这里有一些很特别的，就是有古代人的留下的这 shovel survey 就是挖一个铲子，那个是30厘米的深度，那里面的pottery 还要找到东西，就能决定整个范围有没有其他的值得去继续挖的地方。那结论就是可以啦。拿2016年第一个年度，那现在2025年就是第9年，我们在这里挖掘了。那个 Stephen Notley 教授呢，就是夏大华的这学术顾问呢，所以呢，他就第一个季度开始挖掘的时候，他就 send email 给我们，你们有没有兴趣参与怎样呢？就 recruit 我们的义工。我们来到这里了，你可以来我们夏大华圣经世界的网页，
那我们有一个 page 就介绍怎么参与这个考古的项目啦。有2个方法啦，可以亲自来，好像我们的童工一样做excavation， 或者是可以从经济的角度上面支持我们的 project。台湾离香港靠近，所以他们有一个博物馆。对，也是可以。OK， 这个是我们的教授 Dr. Notley， 他是整个 project 的灵魂人物啦，所以现在可以访问他2句。你好。你好。Can you tell us what's the most exciting find of this Bethsaida site? For this year or just in general, yeah. in general? I'd say probably the inscription, which the Hong Kong team uncovered, was a very important one because it connected Peter to this place. And the only reason Peter would be mentioned here is because of the verse that speaks of Bethsaida being the home of Peter, Andrew, and Philip. So that was a very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is place. Yeah, and I'm pretty sure some people are interested to know if this will become an attraction one day. That's outside of our control. We do the excavation, the scientific part, and then this is part of a nature reserve. And so the National Parks Authority will decide how the site is developed. But there is a conversation going on about developing the site, making it accessible for tourists, and for pilgrims. What's the biggest challenge in the whole excavation project? You know what? This excavation has had to deal with the pandemic, the COVID pandemic, and 2 years of war, and then this year we had the fire, which burned the whole place around here. So we've had these challenges. Every year has a new challenge, and apart from that, it's just the physical labor. I'm 70 years old, so working out here 2 weeks in the heat, swinging a pick, and other people as well. It's not easy, but it's very fulfilling. You're seeing, in a sense, the Bible comes to life. Yeah. Okay. So what do you want people to know about this place? I want people to know that when the New Testament talks, the Gospels talk about there being a place, a Bethsaida, that it's a real place. It's not just a fiction, but it has a concrete reality, a solid reality to it, so that when we come here and we read in the Gospels about Jesus getting in the boat and coming to the other side, to Bethsaida, that this is a place that he would have come, visited. And of course, Peter, Andrew, and Philip would have lived here. We unearthed over here inside of the church. A couple of years ago, we unearthed a first century house. This church that you see here, you may have already heard this all, but the tradition of it being built over the house of Peter, and to actually go under the church and find a first century home is very important. Do you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ite? Yeah, becaus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hat we found. So what do you think? Should we keep on going or should we stop at next year? Should we stop next year? Let's ask the audience and ask them to leave a comment. I think we should continue because we just opened a new area a few days ago over there. Here, you guys can come here. It's really fun. But next year, if they come here like this, you guys get breakfast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and even a house to live in. You guys get food too. We got lunch, dinner, and breakfast. Okay, thank you. 那明年呢是他们的第10年，也就是目前说考古计划的最后1年，所以大家觉得呢要继续吗？还是就到此为止？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到夏达华的网站上面去看看，能够怎么样子的参与。夏达华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博物馆，在香港，他们有导览行程，可以就是线上提早预约，然后学习更多关于圣经的知识。
那我真的觉得很奇妙，因为他们跟这个教授的认识，然后就让我们有机会这么早就接触到，而且是第一手资料这样接触到真正的波塞大那个彼得安德烈的家，可以想象吗？就是2000年前，在这个富有的渔村，然后他们在这里生活，然后有一天被他们的拉比呼召，然后成为了就是影响我们信仰的这些先锋，真的是很奇妙。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一个起源。考古很辛苦，那个灰尘啊，然后苍蝇啊，还有天气炎热啊，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必须在夏天？因为如果是冬天的话，这里是都被水淹没的，一定要在夏天这么热的时候过来挖，然后才不会有水。但是真的是很热 ，Is it too hot? Yeah, too hot. Yeah, it's only 7, but it's already so hot. Yeah. There's like no wind. No wind. Yeah, only flies. I recommend bringing goggles here. 对 Sometimes if you have too big wind, Yeah. you'll get a whole lot dusty, and then and then you know what happens. So I recommend bringing goggles, but my mom doesn't let me. 真的很了不起，这些考古的工作人员。那我们特地从耶路撒冷上来，就是为了要让大家看这个真正的伯赛大目前考古挖掘的工作进行到哪里。那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去怀疑它不是真正的伯赛大，因为挖掘出来太多相关的证据，又这么多年代，代表这个地方一直延续它的重要性，然后它的位置又离加利利湖水这么的近，那所以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那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以色列美角的这个频道，也可以去夏达华圣经世界的那个频道去关注他们。好，那就这样子啦，大家拜拜。我看一下你的脸，舅舅 ，Hello。